如果你觉得自己什么都种不好，那你一定没有种过这种菜。它几乎不需要任何额外照顾，没有病虫害，不怕动物吃，还会开出如此美丽的花朵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极其皮实好养的洋姜。近几年在海外华人种植圈子里渐渐兴起的洋姜，也叫鬼子姜，乍一看有点像生姜，但跟生姜不同，并不是用来调味的，而是像土豆一样的块茎类的粮食作物。果实自然是长在地下的，但它和土豆并不是同一科。土豆属于茄科，跟西红柿、辣椒、茄子、枸杞等等是同一科，而洋姜是菊科，同一科的还有向日葵、蒲公英、菊花等。至于生姜，则是姜科，更不相干。名字里有洋或是鬼子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它的原产地是北美，英文名是 Jerusalem Artichoke， 俗称 Sunchoke。最早由印第安人种植，因为它适合所有的种植区，所以后来流传到了世界各地。近些年，很多营养学家建议洋姜可以作为土豆的替代物，因为它富含铁、钙、镁、钾，更有营养，热量和含糖量更低，并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。如果你有血糖的烦恼，它还有一种叫菊糖的物质，英文是 inulin， 可以帮助双向调节血糖，也就是低了可以调高，高了便可以降低，但最好一次少吃点儿。肠胃比较虚弱的人更要注意，吃多了可能会引起胀气，所以在英语中它还有个别名叫 fartichoke。烹饪方式比如腌制，据说会减轻这个影响，我们最后再具体说。现在10月下旬，很多地方都到了收获季，我们先来看看何时可以采收。这个呢，也要根据各地气候来决定。在比较冷的地区，洋姜的花开就意味着霜冻期即将到来，所以一般认为花谢了，枝叶开始枯萎就可以采收了。但在我这里，9月开始开花，离霜冻期还有2个多月，而且冬天很少零下，所以往年我12月、1月才收。但今年我需要空接种别的秋冬菜，于是上周末就打算拉秧了。确实稍微有点早，但看看我这几棵，花已经干了，底部的叶子也枯了，而且地表的果实都快露出来了，我觉得也是可以收的。就是可能果实会比再让它们长2个月稍少点儿，但对我们也够了。采收时先剪掉所有的枝条，这样等会儿拔或是挖的时候比较方便。因为没有病虫害，洋姜的枝叶是做堆肥的好材料，它的嫩叶是可以吃的，甚至入药，但要注意摄取量。据说可以防治感冒、消肿止痛、祛湿利尿，不过我一向不太迷信这个，加上叶子比较粗糙，就不推荐大家吃了。挖的时候最好用叉子，像我家理工男这样用铲子就得小心，尽量不要铲在了果实上。拔出来还是很容易的，瞧瞧这一大坨，还真挺让人高兴的。周围地里都刨一刨，把块茎尽量剪干净。原因在于，尽管我们年年秋冬就可以挖出来采收，但它实际上是多年生的，冬天会休眠，只要留了一小点块茎在地下，就可以在哪怕是零下20-30度甚至40度的冻土层里安全过冬。等到明年春暖花开，大概6-7度的时候就开始萌动，8到10度就可以破土出苗了。所以我们种它也不用传统意义的那种种子，而是直接用块茎来种的。别看这小小的一颗，其实有很多芽点明年都能发芽，会长出好几颗洋姜来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建议最好在盆里种洋姜，因为它太好活了，所以侵占性比较强。不过我倒觉得种地下也是可以管理的，因为它并不像薄荷、竹子那样根硬难清理。你看它的根部除去果实也并不是特别大，
我种在这里的这些，都是今年春天在另外一块地里发芽后，被我移栽到了这里，并没有任何残留。洋姜对土壤条件几乎没有要求，你完全可以种在比较贫瘠坚硬的土里，它可能还会帮助你疏松土地，并且防止扩张的太厉害。它对肥也几乎没有要求，而且非常能抗干旱。它喜欢全日照，但也能在半阴环境下生长。当然，如果你对它们好一点，种在大太阳的肥沃的土里，定期给水，生长期给点氮肥，结果期施点磷钾肥，它们肯定会更高兴，也许会给你更多回报，但另一方面也许会长得哪哪都是。种非常简单，收获以后就可以做。我呢，就在围墙边找一块旱季时连草都不长的烂地儿，挖个几厘米深的小长条，直接把刚挖出来的小块茎埋下去，盖上土就好了。接下来4-5个月什么都不用管，因为我这里冬天雨水多，到春天它们就会自动长出来了。平时的养护我只是给水，这1米多的一排也就3-4个滴灌出水口，整个生长季偶尔给点鱼肥，不过春天时确实是下过有机底肥的。往年我种的时候基本不管它们，连什么时候开花都没注意，但仍然有收获。所以你想要种最省事儿的菜，洋姜绝对是可以胜任的。旁边别的菜动不动会有病虫害，它几乎不受影响，偶尔叶片有几个虫洞也不用管，更不用担心小动物来偷吃果实。不过我有听到说鹿爱吃它的叶子和花，但即使吃了也不会对洋姜收成造成很大影响。洋姜采摘好之后就应该尽快处理，否则很容易发黑变软。如果你想要储藏，最好遵循自然原则，埋在土或沙子里。像我呢，就只把一部分用作种子的块茎埋进 peat moss 里，大部分就会洗干净，直接腌了慢慢吃。细心的朋友也许会注意到，我一直没有说它美味。平心而论，它不是那么流行是有原因的。口感味道有人喜欢，有人觉得一般，我家人不是特别感兴趣，但作为健康食品还是要在我们的菜园占一席之地的。网上有很多西人的食谱可参考，对我们中国胃的人，也许最适合的洋姜做法就是腌制。它的好处是在保留菊糖双向调节血糖的作用同时，还可以更容易吸收，减少胀气。腌制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我今年腌了2种，一种是糖醋酱汁儿的，一种就是泡菜式的。做小菜应该都好吃，这2罐完全够我们吃一阵子了。不知我今天的视频有没有让你动心，也来试试种植洋姜，或者你已经种了，请多多分享你的体会和实用方法。谢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